监听门事件无法收场，美国找了个替罪羊想草草结案，中国站出来发声，要美国给个交代，狐狸尾巴都露出来了，想糊弄过去不可能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开门见山，美国五角大楼军事泄密这事儿，在国际社会越闹越大。但日前，美国媒体突然发文表示，已经抓到了幕后黑手。据《纽约时报》称，一位白宫官员透露，美国联邦调查局以泄露机密文件的罪名逮捕了一位名叫杰克·特谢拉的男性。而整件事的经过，只是一个20岁出头的军方基层士兵，因为在网上与人争论，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，脑袋一热，把文件都给发出去了。这个结果很显然是站不住脚的。外界有猜测认为，美国眼看舆论无法控制，事情越闹越大，于是找了个替罪羊，想草草结案，不光是堵住盟友的嘴，也是给全世界一个交代。在我看来呀，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，而且不小。因为美国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为什么一个基层士兵能够接触到大量的机密文件，甚至是一些绝密文件，这显然不合理。而且这种近似于糊弄的处理方式，美国不是一次干了。这次丑闻闹得这么大，不排除美国是在故技重施。我们先不提这些机密文件中泄露了美国正在深度介入俄乌冲突，并帮助乌克兰制定春季反攻计划。毕竟这些，就算美国不承认，世界各国心里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。但监听各国政要、干涉他国内政这个事儿，美国难逃其咎。从目前泄露的文件内容可以得知，美国对乌克兰、以色列、韩国以及五眼联盟的领导人进行着长期的监听。这些还只是文件显示的内容。换句话说，美国到底监听了多少个国家？还是说全世界都在美国的监听之下？美国这是何居心？而且对于监听一事，美国也没有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释，反而好像还默认文件的真实性。在监听门事件曝光后，美国白宫发言人面对媒体采访，竟然表示不允许这些记者报道美国泄密以及监听盟友的新闻。这番言论几乎坐实了美国在背后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而随着美国盟友接连的指责和质问，中国这个时候站出来说话了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毫不客气地表示，美国一直以来就是全球的头号窃听大户，长期用各种技术手段对各地区各国领导人进行了持续性的监听，盗取他国信息，谋取自身利益，维护自身霸权主义。今天，美国务必要给被监听国家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同时也必须给全世界一个交代。很显然，美国这次还想草草结案，随便糊弄过去是不可能了。而且中国也有资格对美国进行指责。事实上，中国一直以来就是美国重点监听的对象，跟美国打了这么多年交道，美国那些暗地里的伎俩和手段，中国再清楚不过。只不过是美国的那些盟友至今还被蒙在鼓里，做着依靠美国霸权的美梦。总而言之，在中美博弈公开化、白热化的今天，美国自己露出了狐狸尾巴，我们就应该趁机抓住这个把柄，进一步对美国霸权发起冲击。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